换牙，模拟换挡。哇，那个车身动态好哦。嚯！看到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Adrian， Adrian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哈。在上个影片的话呢，我是试驾这 Persona 2020年版本的 Standard 的这个影片的话，就是把这辆车开上山啦。这辆车我也做了 walk around， 我也试驾过啦。你们还没看的话，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看。然后这个影片的话，就是专注于试驾上山啦。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，这样子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去上山啦 ，Let's go。45,000镑，这个价钱就可以买到 Beza 1.3，这个是 B segment，Beza 则是 A segment。这个是一个 Atlas 的轮胎 ，AS380 是一个很普通的轮胎，155R 15寸。你要买到这个 Deep 和 Premium 以上呢，才会有得到16寸呢。这辆车没有无钥匙启动啊，都是用钥匙插入钥匙，不用踩刹车。你看到吗？那个时速表哈，就会这样子。开点冷气。今天天气很热，这样子的 AC 就不关掉了哈，我们就打开。有 Hill Hold Assist， 踩一点油的时候它就会出来哈。然后这辆车的 CVT 哈有经过调教不一样，所以刚刚我试驾的时候啊，当我放到 S 档的时候，它会有那种换挡的感觉。当然这个换挡的感觉必须要踩到底。它才会有，这让我蛮惊艳到我了哈，因为之前的 Persona 是没有的哈，这一代改了有 S 的才有，还有一个 Eco Mode， 这个 Eco Mode 一打开哦，你看上山的话，转速很明显就跌，看到吧？我会关掉，再低档，然后打去 S， 又更加高的转速哈，所以这个 S 档的话，很明显就是 Sport 了啦，以前的 Persona 只有一个 L 哈。这个配搭这一个 CVT 无段变速箱哈，引擎是一个 1.6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啊，产生的马力是109匹马力，还有150牛顿米哈，就是150牛顿米在 Persona 上面的话是蛮有特色的啊，蛮特殊的哈，因为它是蛮有力的，其实你必须要过4000转以上啊，保持着它就会有那个力在那边哈。操控性。如果你比起这个价钱，你可以买到阿夏，当然它是比阿夏好很多。然后加上它那个方向盘哈，我比较喜欢它那种直接感。大家都是 EPS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System， 但是阿夏的你会觉得很麻木啊，没有感觉。然后整个反应又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转速跌这么多啊！我一直放油了之后啊。camera 又在转。哦呦，有没有发现到我一放油，它还在冲出去啊？感觉。OK， 这个就是 CVT 的不好啊！我已经把油门松开了，它还在冲出去，然后还要慢一下子，它才会知道我在放油。当然，这个车的 ESC 我不知道为什么关不到。你们看，我按了1次不能，按99也不能。这辆车 Standard 不是说有配搭着防滑系统、循迹系统的吗？哇，这么多车上山啊！
，Bro，Accord 1.5是 Turbo 来的 ，Bro， 踩油罢了，有力的那辆车不是没有力的。Accord Bro，Accord please。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是这样的啊，车有力但是不舍得踩。适当的踩是 OK 了，我觉得反而那个车，你积碳太，你不去踩那个车啊，积碳太严重啊，那你知道的后果是怎么样？没有力，然后又吃油啊那些。那你适当去踩那个车啊，反正那个车的那个积碳没有这么严重啊，英文叫 carbon 啊，有 carbon 在里面。那到时候你就头痛了，你要去清理的时候，啊，我朋友刚刚买了一个350Z 啊，就是积碳太严重，他总共清洗了4次，用 injector cleaner 哈那些。终于 flush 了4次哈，它才改善一点点吧，没有改善很多。才完，你看换挡了，换挡了。哦，很可以啊。这个刹车哦，不错嘞，它有一种你踩下去会有一种信心的，它没有好像那种 spongy 啊那种。Hi Turbo。哇，那个车身动态好哦，只是说它的那个轮胎不是很抓地，它的那个屁股有一点不听话而已，有点重。那如果你讲比起 Iris 的话，Iris 肯定会好很多，它整个悬挂都会偏硬，然后没有屁股。经常玩云顶的话哈，Iris 真的是不错的选择。以前的 Persona 1.6公升会有 manual 的嘞，现在好像是直接是 low spec 是没有卖 manual 了的哈，直接3个 spec 吧 ，Standard、Executive 还有就是 Premium。这个轮胎就好像那天我试驾Saga这样，一点点就在那边叫。这样有什么感觉？有没有想过你的车可以做到这样的？第一次没有试过，有点怕。有点怕哈。但是当然你驾过几次你熟你的车了哈，你就觉得这个车的真的是操控很不错了。刚刚摆。车身动态不错哈，有信心哦。做过吗？这样过。有点想怕。我很保守驾了咯，因为轮胎不是讲很可以。我上2个影片试驾的那个Saga Manual哈，是一个 Silverstone 的，一点点就跟你叫哈，但是抓地力当然也是不是很好，所以的话，其实那辆车还可以再去，只是轮胎不行。它加速蛮快哈，不用踩到弯。
CVT。那萝莉想去哪里呢？我驾过最近啦，最近我驾过最接近 AT 的 CVT 哦，就是 Toyota 的 Vios GR Sport， 它其实是蛮接近 AT 了的，尤其是它用 pedal shift 的那方面哦。我突然想起它的 CVT 真的是锁到紧紧那种感觉啊。换牙，模拟换挡。Yo, bro, I'm coming. I'm coming, bro. 哇 ，Harrier Turbo 嘞，很少见呢。嚯，有力哦！哎，遇到你的朋友，也是 Persona， 但是这个好像是 Pre-facelift 的是吗？小改款之前的是吧？哎，没有哦，是跟你同款的，只是它是没有错的话是 Executive。对。啊，没有哦，这是 Pre-facelift 的哦。对了对了，我朋友的那款哦，第一代的 VVT 啊，然后有很明显的那种顿挫感在起步那刹那。哦，他觉得好像那个路不平啊，他去看我包啊，刚刚吓死我，因为地上有洞啊，对，看包了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过了弯之后，我关它的 Sport Mode 哦，会把我转速拉低掉，那我有点不太喜欢那种感觉啦。就我一个弯之后，其实我是要有动力的，那就把我的那个转速拉低，我觉得哎呦好可惜哦，要不然还是有力的其实。Hello。我们怕这些车哦，今天的人好像不看后面了，他们不知道后面有车来的感觉。看油，一点点慢了哦，它不是很快哦，它只是有点轮胎叫，它就看你的油。最挑战的地方来了，最斜的地方，看到吧？看油了。
觉到啊，它那个换挡好像没有什么作用，它只是给你知道哦，好像有换挡的感觉吧。但是我觉得好像维持在它的4000转是已经很够用了，其实。你踩到完，它只会好像有点换挡的感觉。我觉得，山路我应该没有什么必要。我比较想要就是它能够我一个弯之后，然后能够维持在我要的转速就很好了。我喜欢这种。你看，掉到3000转以下，可惜啊。Alright， 我看一下 S 哦，能不能放Eco？不能，要低才能放Eco啊。哦，紧张吗？爽啊！没有了，其实还可以再快了，只是轮胎，然后加上车也是多了，所以我没有的很好拿到一个很好的线这样子。我放油，它还在那边慢一点吃。他不知道我已经放了油，我感觉我一放了哦，1秒钟他才哦 OK， 这个可能是 CVT 的哈。刚刚有一个灯在闪了。现在开始有一点 CVT 的那种 whining sound 哈，可能是 CVT 热了哈，它就开始有这种声音哈。所以买 CVT 就是这样的啦 ，bro。但是 CVT 虽然不是拿来这样子激烈驾驶，但是如果你讲以这样的动力哈，上眼顶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啦。只要你肯踩，让它维持在4000转左右，其实是很不错的。Hello， 我的朋友在巴士里面。嘿 ，Hello。不知道他认得我吗？哦，好多萝莉哦。这个萝莉停在这边很鬼危险哦。Alright， 上到顶了啦，感觉怎么样 ？OK， 它唯一一个进步的地方就是它有那种换挡的感觉啦。其实，但是如果你讲这个换挡的感觉有没有帮助到我们上山，其实是没有的。它的这个调教还是一样啦。旧的 Persona 它有一个 L 在那边的，那个 L 的感觉跟这个 S 的感觉是差不多，它也是会掉转速哈，所以这个是让我觉得有点遗憾的东西。但我过来一个弯，你看我其实很想要让它高转，但是它不会哦。它就给我跌到3000转以下，然后变成我在过弯之前，我必须要把油门一脚给踩下去，让它这个转速给上来。觉得这个是蛮可惜的一点啦。但是如果你真是比起小改款之前的那一个 CVT 哦，感觉都是一样的，动力也是一样的，车身动态也是一样的，只是说它的这个起步方面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就这样子啦。它的底盘是很扎实，悬吊也是很扎实，不会好像轮跟车身要分开的那种感觉。原装是有 CVT 过了，但很小个，然后后期又加一个大的 CVT 过了就 OK 哦。我朋友拆过出来嘛，他换一个大的，好吧，我们就到山顶了哈。本节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终于把这辆车给开上山了。非常感谢宇航
让我们观众看到最新款的 Persona， 虽然不是 Premium， 但是 Standard 也是 OK 的哈，里面至少是全黑这边。如果轮圈再大1寸，轮胎再用好一点的，我觉得这样子的过弯表现是不错的。我很期待，我也很想要试驾一个旧款的 Persona 上山是怎么样的哈。我所谓的旧款就是第1代的 Persona， 后面是用 Multilink 的那个，听说操控性很好很好。那这一代的 Persona 就换上了 Torsion Beam， 就驾驶感受就没有旧的那个来得好。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很想试驾一下旧款的 Persona Multilink 的，还有它是手牙的，是最好啦。好啦，各位哈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喜欢看我的 POV 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啦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，拜拜。